在一起20多年，我忽然发现朝夕相处的老公出轨了。在侧面打听到准确的消息以后，我立刻把家里的所有存款都清算了一遍，直接把大部分的钱都给一双儿女买车买房，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看着白衬衫上那根突兀的金色长发，我心里面早就已经平静无波了。从这个月开始，我老公身上开始频繁地出现这种东西，从一点口红的印记到车上故意留下来的小玩意儿。他找的这个小三还真是沉不住气。我和老公从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大3的时候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们的孩子马上都长大成人了，他却忽然出轨了。刚发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是愤怒的，但是一想想这些年我在这个家庭里付出了多少，又觉得释怀了。到我这个年纪，没有几个过得比我幸福了，而我也已经过了为了男人争风吃醋的年纪，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老婆，明天公司有活动，老刘特意说了，一定要让你也去。听着浴室里面传来老公说话的声音，我用往常的声音回答了他的话，顺手就把那根头发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里。当初大学毕业以后，我和他一起加入了一家同学的公司。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为了辅导女儿，逐渐退出了公司，他却走到了公司元老的位置。沈恒，当初你说的话都喂到狗肚子里了。我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衬衫扔回到床上，转身出了房间。第二天晚上5点，他回来接了我，我们2个一起坐在车上。老公，当初你说外面的女人都有点脏，现在你还这么想吗？我看着外面飞快闪过的夜景，忽然有些好奇。这句话刚落下，车子忽然急刹，看着前面排成排的车子，我装作无事发生一样去看他。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事？他眼神飘忽不定地看着前方，握着方向盘的手逐渐收紧。我笑了一下，女儿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我们给她买套房子吧，还有儿子，现在买总归是不会吃亏的。沈恒这个人，因为当初出了一场意外，并不能再生孩子，他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清楚，所以在我说出这些话以后，他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说出拒绝的话。一起生活20多载，没人比我更了解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很快就到了活动的地点，是一家还不错的酒店，100多平的宴会厅里面，商界中流的人物都在这里。刚一进去，我就看见有几个人的表情并不太好，还没来得及去观察是因为什么，我就被一群人给围住了。好久没看见你了，小孩现在都上学了，想不想回公司？是啊，当初说要在家看1年小孩，这都这么多年了，公司里的老朋友，你一言我一句的，我只能笑着在旁边附和，尽量和他们打太极。这种场合每年都会有几次，但并没有人主动提出让我回去做什么，都是客套而已。聊天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老公不见了，有些好奇的在宴会厅里看了一圈，这才发现他在角落里被一个女人给缠住了。那个女孩看上去也才17、18岁的年纪，距离有些远，我看得不太清楚，但总觉得有些眼熟。2个人拉拉扯扯地从宴会厅走了出去，期间他还一直左顾右盼，像是生怕别人看到一样。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但是却没有声张。在宴会厅里面寒暄了一阵儿以后，我借着去卫生间的名义，终于从众多人中脱身出来。这家酒店我以前常来，知道哪里人少，干脆往这没监控的地方走。
想清静清静，只是刚走到那个角落里，就听见里面的房间传来一声响声，像是有人被按到墙上的声音。林景，这辈子我沈恒非你不可，无论如何，我肯定会娶你过门的。一墙之隔，听着我已经结婚10几年的老公对着另外一个女人深情的宣誓，我的内心平静的毫无波澜。他现在好像回到了从前热血的时期，不考虑其他的东西。我只是回家让朋友帮我调查了一下，1个星期之内就收到了很多他们一起在外游玩的照片，甚至还有他们为了寻找刺激在车上的照片。看着那一张又一张亲密到让我有些隐隐难受的照片，我果断出门，又给2个孩子一人买了2套房子。沈恒是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所有银行卡都没钱了，于是干脆回来，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他干的这几年，因为公司的收益不错，有股份，也有分红，再加上当初他家里人留下来的钱，沈恒身上有小1000万的资产。但是这2天，我给2个孩子一人买了3套房子，又把剩下的零碎钱买了金子和其他的保值东西，所以沈恒现在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光蛋。一人买1个房子不就行了？你买这么多想干嘛？安云，你是不是疯了？听着他质问的话，我脸上表情依旧平静地递了一杯咖啡过去。他大概实在是心疼自己的钱，又在自己的小情人面前丢了面子。此时看见这个咖啡几乎如同火上浇油一般，直接就打了过来，一个没拿稳咖啡杯，不小心掉落在地上，周围都洒满了咖啡液。我看着他的反应，明白继续周旋没有任何作用，于是从旁边的包里拿出了那些照片。在他视线落在上面的第1秒开始，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愤怒、惊恐、害怕、心虚、愤怒，这几个表情轮流地出现在他的脸上。最终他只颤巍巍地说出来一句：安云，你调查我，事实已经如此明显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能问出这么愚蠢的话。我点了点头。你不是说一定要让你的小情人进这个家门吗？现在我成全你，家里的现金已经被我花掉了，不动产我们一人一半。安云，沈恒，我这么做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或者你想让我把照片拿去公司给大家看看吗？沈恒在听完我的话以后大叫一声名字，我一听就更烦躁了，直接毫不客气地叫了回去。沈恒这个人还真是越老越蠢，脑子里面想的事情太多。我忍不住烦躁地一直揉着头，只恨不得赶紧把眼前的事情都解决掉。或许是见我的态度如此强硬，手上又有这么准确的证据，沈恒根本不敢拿他的面子跟我赌。他脸上的愤怒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愧疚。安云，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后半辈子已经没办法生孩子了，他不会对你造成威胁的。刚听见这话，我就笑了出来。沈恒这个人还真是愚蠢，他自以为能说到我的心坎上，实际那个小情人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疙瘩，哪怕我不需要他这个男人，也绝对不能有这个女人的出现。沈恒，明天我们去预约一下，今天先把离婚协议签了吧。说完以后，我拿出了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放在了桌子上。那孩子呢？我得要孩子。他厚颜无耻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我早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很坚定地摇了摇头。现在2个孩子都在关键的时候，抚养权都要在我的名下，你教育不好他们，只会毁了他们。我的话有理有据，沈恒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
自从我辞掉工作回家以后，家里的大小事务和教育孩子都是我来的，家里的事情他根本没办法插手。签吧。说完这句话以后，我把面前的离婚协议往他那边推了一下。沈恒看了离婚协议很久，最后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是我对不起你，毫无用处的愧疚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而我只觉得恶心。早在签离婚协议之前，我就已经跟2个孩子都说了这个事情，他们是我一手带大的，自然知道事情的好坏，能分得清利弊，并不是一味的渴望爱，因为在我身上他们已经汲取到了足够的爱。后面的流程走得很顺利。1个月以后，我和沈恒一起拿着离婚证从民政局里走了出来，而那个小情人也早早的等在民政局的门口。看着我们2个出来以后，他立刻迫不及待地走上来，挽住了沈恒的手臂。沈恒，你真是养了一个好的小情人啊！今天准备结婚吗？我笑着嘲讽他们，小情人却丝毫不受影响地自顾自说自己的话。姐姐，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以后我肯定会好好照顾沈哥的。而且，小情人说着，有些羞涩一笑，忽然抬手扶上了自己的肚子。我怀孕了。小情人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我和沈恒都炸得定在了原地。我盯着面前小情人开心的脸，还有沈恒逐渐僵硬发怒，已经有些颤抖的身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以为他们之间真的是爱情，原来是背锅侠的可怜故事。沈恒，你没把这件事儿告诉他呀？好不容易有一场大戏，还是前夫的大戏，我要是不催动一下，把这场戏看完，简直就对不起自己。什么事情？小情人终于在我嘲讽的脸上，还有沈恒一脸愤怒的神色，察觉到了不对。他有些惶恐的视线在我们2个身上来回晃。最后，沈恒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破了僵局。这一巴掌大概用了很大的力气，小情人被打得跌倒在地上，嘴角都渗出了血丝。你他妈背叛我！沈恒伸出颤抖的手，不停地指着小情人，脸上满满都是被背叛以后的失望和难受。我在旁边看戏，看得很开心，忍不住又笑出了声。当初那一场意外以后，沈恒这辈子就再也没有了生育的可能。现如今凭空冒出来一个孩子，他怎么可能受得了？不是啊，你是不是在外面听什么了？是不是他说的？我真的没有背叛你，我只有你一个男人啊！小情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尽力攀咬。可惜这招放在这里根本就不顶用。眼看着周围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来，我没有心情留下来给他们当猴子看，准备离开。不过在临走的时候，还是让小情人死得明白一点比较好。沈恒，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生了，你想靠着这个孩子一步登天，算错了。听到我的话，小情人原本还一直解释的话都堵在了喉咙口，整张脸瞬间变得煞白。我很开心，一方面是我离婚了，成为了一个富婆，另外一方面则是沈恒真的敢飞蛾扑火和我离婚。结果小情人居然出轨了。其实当初我拿着照片威胁他的时候，没想过能这么顺利。起码我们2个在一起这么久，我以为他不会轻言放弃，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很轻松的就答应了，甚至还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个小情人确实是他的真爱。一番笑话以后，我又不由得觉得有些惆怅。他这么一大把年纪，又老又丑的都能找到真爱，凭什么我没有？抱着这种不服气的心理，我直接约了朋友去了一家夜店。灯红酒绿的氛围，到处都是黑暗和暧昧，心情难得的有些放松。我喝了一点酒，
不过没有醉，只是因为朋友在的缘故，我一直等到1点的时候才回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本想着直接偷偷走回自己的房间，却忽然发现，借着外面的一小株亮光，正好能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2个孩子此时肯定早就已经睡了，家里现在不应该有其他人才对。这个人的出现让我心中警铃大作，脑子里瞬间浮现了很多凶尸案和碎尸案。就在我快要被吓死的时候，沙发上的人像是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站了起来。啊！你别过来！就在我放声尖叫的时候，那个人却并没有理会我，反而走到了开灯的地方，把灯打开。而我也在这个时候才看清楚，沙发上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今天刚离婚的前夫沈恒。虚惊一场，我惊魂未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忍不住有些喘气。大半夜的你坐在那里干嘛？听着我的抱怨，沈恒并没有任何反应，反而走到了我的身前，他的脸色愈发阴沉。不是说要好好在家看小孩吗？为什么今天刚离婚你就出去鬼混？我听着他的质问，脸上满满的问号。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离婚了吧？别说我出去喝酒取乐，我就算嫖娼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吧？脑子里面想着，我脸上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需要我把离婚证拿出来给你看一眼吗？这么大好的空闲，怎么不去找你的真爱？不会是真爱跟别人跑了吧？从前总是顾念着他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哪怕他犯错，我也不会多加指责。现在如今，我凭什么惯着他？我话里话外的嘲讽，让沈恒原本就阴沉的脸色更加难看。他大概是想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脸上燃烧出熊熊的怒火。我也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敢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勾搭，还非说孩子是我的。现在的我真的知道错了，本以为她是要跟我抱怨关于小情人的事情，谁知道最后话锋一转，却忽然说她错了，因为喝了酒脑子不太能转得过来。我用看智障的表情看着他，实在是不明白这样一句话，他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你的小情人跟别人在一起，难道不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吗？沈恒，我这里不收垃圾，也不是保底，直截了当的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沈恒脸上的表情难看了不少，但是他在来之前应该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这个时候居然直接就跪了下来，我看着面前双膝跪地的他，忍不住被吓得后退了好几步。说实话，哪怕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也没搞懂他的脑回路。自己真爱破碎了，难道不应该找个地方舔舐伤口吗？找前妻干嘛？复婚？一想到那2个字，我就恶心。结果沈恒却直接大逆不道的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要求。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但真的是他先勾引我的，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一次，我们复婚吧。听着他这一段发言，我忍不住给他鼓了鼓掌。合着出轨的人不是他背，答应离婚的人也不是他背，不过是看自己的小情人没有了，这才觉得家庭更可靠，回来找我。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难道就能隐藏自己犯下的错吗？我更看不起这个男人了，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明天我就把锁换了。沈恒再靠近我家，我就弄死你。听着我丝毫不上当受骗的话，沈恒脸上是满满的难受。他大概没想过我会如此的狠心绝情，甚至还有膝盖往前走了2步，我直接就是一个拒绝，摇头摇手的大动作。沈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情人怀孕的事情受了刺激，之后的日子里总是喜欢来烦我。刚开始他找孩子的借口，我还能勉强同意，
后面却觉得有些厌烦。离婚之前，我给自己做了1个月的心理建设，从发现他出轨到正式找到证据，他早就已经被我踢出局了。我开始重新接手公司的事情了，只不过他们为了避嫌，还是不太愿意重用我。我尝试了2天以后，终于也放弃了。我手上的房子和钱足够我快乐地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再加上还有公司的分红，哪怕我不上班也没事。想清楚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开始专心地在家过起了自己的生活。只是最近我忽然发现，大女儿好像出了一点事情，她总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发呆，偶尔看着我的眼神里也夹杂着几分心虚和惶恐。在察觉出来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她应该瞒着我做了什么事情。乖乖，能和我讲讲最近发生了什么吗？我是一个并不喜欢去迂回解决事情的人，和孩子以及家人之间的相处总是有话就说，他们也早就习惯了我这种说话方法。女儿有些害怕地看了我好几眼，她的这一反应让我立刻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不一样。女儿是我一手教导出来的，她向来活泼开朗，对物质条件不是很在意，也是和我一样有话就说的性格。本以为这次的事情是有关于早恋的，但是现在女儿的反应却并不像。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告诉妈妈，我会替你解决。紧握住女儿的手，我再一次保证，她这次像是终于被打动了一样，忍不住扑进了我的怀里。妈妈，爸爸想要我手上的房子，他说他没钱，生活过得很艰难，我把其中一个房子给他了，但是他还想要其他的。女儿的声音闷闷的，而我在听到这些话以后，脑子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沈恒居然盯上了我给孩子们买的房子，人渣！脑子里面各种想法转了一圈，我几乎想现在就冲出去弄死他，只是安抚女儿更为要紧。于是我轻轻地拍着女儿的后背，又说了很多话，主要就是告诉女儿，以后遇见这种事情要先告诉我。我们聊了大半个小时，女儿才勉强睡了下去。而我在离开房间以后，也直接不掩饰了，拿出手机就给她打去了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以后才被接通。你是明天就要死了吗？为什么要拿女儿的房子？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好大一会，才用极沙哑的声音回答我：安云，我前2天投资了一个新项目，挪动了一点公司里面的资产，现在窟窿补不上了。平淡的几句话里饱含了很大的信息，我忍不住睁大了眼睛。这是违法的，要是被发现他就会坐牢。说实话，在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除了开心和兴奋之外的任何情绪。他这样的人做了这样的错事，不值得我为他心疼。你挪用了多少？300万。听着这笔庞大的数额，我嘴角的弧度更大了，之后直接就挂断了电话。看来沈恒这是不可能好了。得知前夫有牢狱之灾，我的心情最近非常美妙，而且我还特意给儿子和女儿都说了一遍，他们手中任何的财产都不能给他们的爸爸。我也把房产证之类的东西都收了回来，不是我不愿意给他活路。沈恒这个人为了爱情和我离婚，在婚姻存续期间就出轨，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救他。只是还没有开心几天，沈恒忽然就带着公司里之前和我很好的一个元老级同学敲响了我家的房门。看着门外的2个人，我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让他们进来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没有见，沈恒身上穿着的西装皱皱巴巴，胡子像是好几天没刮的样子，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颓废的气场。来找我有什么事？我把2杯咖啡分别放在了他们面前，之后坐在沙发上问道：
沈恒低着头看着桌子上的咖啡，没有说话。而那个同学尴尬地咳了2声，主动开口，打破了僵局。沈恒做的事情，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们2个毕竟是夫妻一场，要不然你就帮帮他呢。听着这劝和的话，我抬起头看着这个活得非常好的同学，其实很想恶语相向，但是毕竟还是要给对方留点面子的。不是我不愿意帮他，2个小孩都想去国外留学，现在我没有工作能力，只能靠房子来供他们。你们也知道在外留学的花销有多大，我总不能让孩子的梦想破灭吧。很多时候，为了不把话说得难听，拿孩子当挡箭牌很好用，起码沈恒眼里还是有着一点血脉的。听完我说的话以后，他站起身就想离开。那个同学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2个人，而我看着沈恒或许倔强的背影，忽然又想给这里加把火。前夫哥，我找人调查了一下你那个项目，是那个小情人当的中间人吧？或许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沈恒转过身看着我，前2天我去商场逛街，遇见那个小情人跟着另外一个男人，2个人买了不少奢侈品。说到这里，我故意停顿了一下，略带着一些恶趣味的看着沈恒僵硬的脸色，估计花了好几百万呢。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沈恒终于还是没忍住，一拳捶到了桌子上，巨大的声响以后，他的手指因为擦伤流出了一点鲜血。再怎么说，他也是我2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当初那天晚上打过电话以后，我就特意托朋友去调查了一下这件事情，终于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当初2个人浓情蜜意的时候，那个小情人带着他去见了一个王总，而这个王总所在的公司在这个地方都非常出名。沈恒在爱情和利益的诱惑之下，同意了小情人的合作，之后又偷偷摸摸的让自己的人做了个假账，支了300万出来。这是一场豪赌，因为除了这300万之外，他还在外面借了其他的钱。现在窟窿已经到了一种补不上的地步，沈恒的债多的像是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现在马上就要被逼急了，而我在这个时候说出小情人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事情，他肯定会被逼疯的。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沈恒不顾旁边同学劝阻的话，用那双猩红的眼睛抬起头看着我。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我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只说出这样一句话。沈恒听完以后没多说什么，转身就走了。而那个同学站在中间，非常难做。你们是夫妻，何必闹到这一步？我没搭理他，低头吹了吹手中的茶杯。咖啡这种东西我向来喝不惯，沈恒喜欢，所以家里常备的有，但我还是更喜欢茶叶。从前是觉得夫妻就要兼容，现如今才发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开心。时间一晃，孩子们出国留学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学校那边也发来了 offer。就在我准备带着孩子们出国的前一晚，刚走到小区楼下，我就看见了沈恒。他微弯着身体，身上穿着的衣服也和从前大相径庭，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了。你们明天就要去国外了，对吗？一路顺风。听着他干哑的嗓音，我笑着点了点头，视线却无意中看到了他腰间不小心露出的那一截匕首。我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递给了他。这张卡里还有一些钱，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情了，沈恒。我真希望当初救我的人不是你。他没有接那个银行卡，反而直接转身就走了。我们2个的认识其实很狗血。我被人偷了钱包，那个时候包里面有着我所有的钱，他把我打倒了，小偷把钱拿了回来，
我们两个因为这件事情认识，然后在一起，最后结婚了。想起从前的往事，还有那半截匕首，忽然觉得物是人非，人走茶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孩子们一起坐上了飞往外国的飞机。想必我的后半辈子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在外国待了1个月以后，我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件事情：沈恒挪用资金的事情被发现以后，他居然直接找上了当初的那个小情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匕首捅了小情人38刀。至于那个王总，2个人恰巧在一块儿，沈恒也捅了那个男人好几刀。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沈恒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件事情是在我带着孩子们来外国的那一天发生的。听着朋友嘴里面详细的描述，还有惊呼声，我忽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挂断了电话以后，大女儿恰巧回家，我看着依旧阳光活泼的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很感慨。大概人到了中年，忽然直面死亡了，都会产生这种发自内心的害怕。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并没有把沈恒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没必要让不重要的人影响他们的心情。我想吃糖醋里脊。好，妈妈给你们做。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